大家好，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 AI 时代最硬核也最具有争议的话题：英伟达和博通谁才是 AI 基础设施的真正主宰？在这里，如果你需要每日的盘后分析以及个股分析，那么欢迎加到我们的分析群。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这不仅是一场公司的较量，更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英伟达代表的是封闭的算力帝国，而博通呢，代表的是开放的底层渗透者。一个主攻专用赛道，一个修全民的高速公路，一个靠垄断硬件定价权，一个靠深埋底层吃稳定的现金流。他们都在 AI 的浪潮中暴富，却走着截然不同的路线。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技术、结构、财务，再到未来格局，彻底的拆解这两位巨头的 AI 战争。在25年的当下呢，全球的科技股市场也已经处于 AI 革命的窗口期。英伟达作为 AI 芯片领域的绝对霸主，市值已经来到了 4.5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的前5大公司之一。回想到1993年，这家公司呢，从一家小小的游戏显卡制造商到如今掌控着 AI 基础设施的命脉，因为它不只是卖 GPU 的芯片，还提供 CUDA 软件生态和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但问题来了，在接下来的 AI 时代中， AI 已经开始从训练转向推理。英伟达的估值呢，还能继续维持高增吗？现在很多人还只知道英伟达，觉得它是 AI 芯片中的绝对霸主，但是 AI 的世界其实正在发生变化。从23年到25年是 GPU 暴涨的时代，但是在26年到28年会是 ASIC 自研芯片和以太网效率化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也会告诉大家，英伟达和博通这两家公司到底在卖什么。今天的分析呢，也都是基于最新的财报、分析师报告和市场数据来分析为什么博通可能会比英伟达更加有潜力。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底层逻辑。英伟达呢，它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卖 GPU 的公司了，而是一个 AI 工厂生态系统的总包商。在硬件方面呢，它从 GPU 比如 Blackwell 架构的 B200 和 GB300 到 CPU 再到 DPU， 通过 NVLink、InfiniBand 还有 Spectre-X 网络技术把一切打通。那么在软件层面呢，它的真正护城河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 CUDA。CUDA 它也不只是简单的工具，而是 AI 世界的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的深度学习框架，从 PyTorch 到 TensorFlow， 底层几乎都离不开它的指令和库支持。而现在英伟达又通过 Canonical、SUSE 等平台让 CUDA 更容易部署，进一步强化了开发者的粘性。就跟苹果很像嘛，买英伟达它不只是买芯片，而是买进整个生态，而一旦进去了，你想去换阵营，那么代价也是非常高的。这一点让竞争对手呢望尘莫及，所以英伟达的最大护城河其实就是它的 CUDA 生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博通，它的逻辑完全不同，它不卖通用的 GPU， 它做的是帮客户定制芯片，也就是我们说的 ASIC 自研芯片。简单来讲，就是为特定的任务量身打造的 AI 芯片。比如说 OpenAI 想要自己的算力有独特的超能力，但是又不想长期只依赖英伟达，那么它就会有部分的订单呢给到博通，让博通和它一起设计一款完全符合自己模型需求的芯片。这种自研的芯片呢，它针对推理的阶段，比如模型的日常运行， ChatGPT 聊天的优化，可以省到 30% 到 50% 的电，成本很低，而且这些客户在建 AI 数据中心时，不用烧钱升级电厂就可以用。所以这种定制化的方案需求暴涨。同时，博通也是数据中心网络芯片的绝对霸主，它几乎垄断了以太网交换芯片市场，并且推动超以太网联盟，要让开放的以太网也能跑 AI 集群。这些连接属于 AI 集群的高速公路，它呢来帮大量的 GPU 高速传输数据，让数据跑得很快，不会卡顿。这也让博通在大规模的部署中脱颖而出，尤其是目前的推理端需求呢越来越多。所以他的思路是，我不盖 AI 工厂，但是每座工厂都得用我的电缆。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 AI 的训练和推理有什么不同。
AI 的训练呢，指的是模型还在学习阶段，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参数，反复调整权重，优化函数，就好像是学生在准备考试练习册，做了一遍又一遍。那么 AI 的推理呢，是指的模型已经学好了，开始出题、答题、生成内容做预测，就好像考试结束后，学生用所用到的知识来答题做任务。训练阶段呢，就像我们说的，它需要很多大量的参数和数据。推理阶段虽然也需要计算，但是不需要反复全部调整参数，而是用训练好的模型呢，做每一次的新输入的输出就可以。训练呢，它要用到大规模的 GPU 或者是 TPU 的集群，高带宽内存。推理呢，更强调低延迟、高效率的芯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训练大多都是在大型的数据中心完成。而推理呢，它是分布在边缘设备，比如电脑、手机，也有在云端，但对延迟、功耗、成本要求更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接下来越来越看重博通的原因。尤其现在各大科技巨头呢，它投入这么多钱去搞 AI， 这些钱呢，前期主要都用在训练，谁训练出更大的模型谁就赢。但是随着模型的规模趋于饱和，成本上升，客户他就会更关注部署的成本和效率，于是推理端呢会必然成为新的增长点。金融时报也有报道说，推理是未来计算需求更大的领域。再来看一下他们的技术路线，英伟达的 InfiniBand 和博通的 Ethernet 谁更强？要我说，他们其实就是专用赛道和高速公路升级版的区别。英伟达的 InfiniBand 呢，它就像一条专用的 F1 赛道，封闭、昂贵，但是极致高效。它在网络这块呢，走的就是一个封闭整合的路线。它靠收购 Mellanox 拿下了 InfiniBand 的技术，这是一种为超级计算机 AI 训练而生的专用网络。它的核心优势呢，是在于 GPU 之间的同步几乎没有延迟，数据能在毫秒级内完成全部的通信，即使再大的规模集群训练都很稳。它最新的 Quantum X80 交换机的端口速率达到800兆每秒，延迟呢低到亚微秒级。在高性能的训练集群里呢，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这也让 InfiniBand 成为 AI 训练中的绝对王者。那博通呢，玩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走的也是开放的高速公路路线。以太网嘛，大家都听说过，它本来也是在所有的企业云端都在用的标准网络，而且博通也一直是在这一块的霸主。过去的以太网的问题呢，是延迟高，容易塞车，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组织 UEC。Ultra Ethernet Consortium， 他们的目标呢是让以太网也能跑 AI 等级的流量，所以博通的任务就是让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又快又稳，成本呢比英伟达的专线还便宜一半，并且还可以兼容全球现有的数据中心架构。简单来说，英伟达的网络呢是为了训练最强的模型，而博通的网络是为了让所有的模型都能落地。再者，英伟达的逻辑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是封闭整合的，它卖的是整套生态 ，GPU 加 NVLink 加 InfiniBand 加 CUDA 再加软件，客户买它的系统呢，一切都完美的兼容，也很难替换掉。Broadcom 呢，它的逻辑是开放的，只要你能建 AI 网络，那么它就能提供芯片、交换机等等，所以博通的客户群更广，从 Google 到 Amazon 再到 OpenAI。而且这两家其实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在 AI 基建中的分工呢越来越明确。英伟达虽然强大，但是增长结构呢正在发生变化，这也是市场重新开始定价的地方。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财报，截至25年的10月，英伟达的市值呢约 4.4 万亿美元，依然是 AI 板块中的老大，毛利率呢在 70% 左右，自由现金流的利润率达到 43.6%。而博通的市值呢，在 1.65 万亿美元左右，毛利率在67%，但是它的自由现金流呢，利润率也达到了 41.6%， 所以别看它的体量更小一点，但是现金流更稳定，而且它的盈利质量也极高，两者都是现金王，抗经济周期能力强。但是在25年10月的现在，英伟达的股价一直是处于箱型的震荡区间，因为 GB200 出货的高峰呢，基本上要快结束了。下一代 Rubin 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量产，
这段空窗期呢，让市场没有了新鲜糖吃，股价也自然像过山车般那样摇晃。这个空窗尴尬呢，它也不是突发的事件，而是产品周期的自然阵痛。做英伟达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JP200 呢，它是25年的明星，从 Q2 开始进入量产的高峰。TrendForce 的24年12月的报告，它也预测峰值的出货期是在25年的 Q2 到 Q3。到了10月呢，实际的出货已经达到了预期的下限，这意味着卖光后就没有了新的催化剂。Rubin 呢，为什么拖？一是供应链 ，Rubin 需要 HBM4 内存和更复杂的封装。附图的报告指出，英伟达正在用 Blackwell 加速 Rubin 的设计，但是测试和验证至少需要6到9个月。二就是战略，黄仁勋呢，他想避开每年换代的陷阱，聚焦在软件生态，比如 CUDA 的升级，这些因素都让25年的下半年成了英伟达的空窗期。那么博通呢 ？OpenAI 的官网10月13日显示和博通开启新的合作，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多年的战略合作。从26年的下半年起呢，博通帮 OpenAI 设计部署10几瓦自定义 AI 加速器加网络机架，到29年底完工。OpenAI 呢，它负责芯片架构，主要是针对星际之门的超级计算机。博通呢，它负责制造和集成。Silicon Alpha 的10月14日报告估算，这个单子为博通能增加2000亿的增量营收。而且也有 CNBC 的10月13日的报道 ，OpenAI 呢，它想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原因呢，上边我们已经讲过了，当前80%的算力是靠 H100、B200。ASIC 的自研芯片呢更省钱，推理 TCO 可以降低30%的成本，还能避开地缘风险。Thomson Hardware 也说，这些都是开源基础设施的转向。OpenAI 呢，它也不只买 GPU， 还要建自己的 AI 工厂，这些都能为博通的股价打开新的一片天。大家也可以看这个 K 线图，从25年开始呢，博通的股价走势就要比英伟达要好了。我们也相信，在接下来的半年甚至是1年内，博通的股价比英伟达走的还能更好，更值得期待。回头看这两家公司，英伟达呢代表的是封闭、完整、高利润的帝国模式，博通呢代表的是开放、灵活、高效率的基础模式。这并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 AI 世界的系统层面的演化。未来的赢家也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谁能在训练、推理、网络3条战线上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平衡、更高效的生态系统。当然，无论哪一方胜出， AI 的基础设施都会因为它们变得更强、更快、更智能。那么小伙伴们对这两家公司的看法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点赞关注，我们下一期再见。